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生活中电热水壶烧水，10个家庭9个错。这些电热水壶小知识，赶快告诉家人，越快越好。电热水壶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小电器。用它来烧水非常的方便。同等水量呢，可能电磁炉需要10多分钟，但是它只需要2-3分钟。但是电热水壶你真的使用正确吗？你知道你家电热水壶为什么总是坏呢？今天就给大家普及电热水壶的正确用法，以后不要再用错了哦。第一，烧水过量，很多人总是喜欢把它当作普通容器来用，觉得容器有多深就可以装多少水，越过里边的水位线。把水装很满，但是大家看看，电热水壶里面呢，有一个最高水位线，就在里面的这个位置。接水可不能太满了，最好不要超过最高水位线。水瓶看一下水位，在水壶下端的位置呢，最为合适也是最为保险的。当然，水也不能太少，它也是有最低水位线的。把水装得太满了，在烧水的过程中，水容易沸腾溢出来。水滴落在桌面总是显得湿哒哒的、乱糟糟的不说，留在电路上造成电线短路，还很容易发生电器故障，严重了还会发生火灾的危险，这是不容忽视的。水太少呢，也容易造成干烧的情况，出现电流过大，发生危险的。所以这个知识点一定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和小孩，因为他们烧水总是不会去注意一些细节上的问题。第二，不能掀开热水壶开关再插插头，也不能掀开热水壶开关再加水。有些朋友的使用习惯并不好，都是接上电源后打开开关再加清水，也许是因为方便，也许是因为顺手。虽然这样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，但会缩短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。在我们打开开关的那一瞬间，里边的电热盘就已经开始工作了。而此时电热水壶呢，还是处于干燥的状态，长期也会出现安全隐患。最好还是加完清水后再打开开关，这个习惯要改了。正确的操作方法是先给水壶注入清水，再插好插头，然后打开电热水壶的开关。但是多数家庭却是先打开水壶开关，再去插插头。虽然两种方法都可以烧水，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如果采取后者，水壶内呢，瞬间产生强大的电量，会对水壶的内壁零件进行冲击，加快壶内部零件的快速老化，所以这也需要注意。第三，不能让底盘沾水。平时我们都知道，不管是在使用任何电器的时候，都是先插插头再按开关，但在开始烧水前，还是有一个条件的。这一点呢，和电饭煲是一样的，水壶底座和水壶底都不能有水分，不然会导致破坏电路，同时对加热器也有很大的影响，会损害内部的零件，同时还会让线路老化，就大大缩短了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了。而且它还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，不小心还有触电的危险。所以我们在使用电热水壶的时候，一定要将水壶底座和水壶底的水分完全的擦干净了，再进行插电使用。第四，在使用电热水壶的过程中，相信有朋友会遇到这样的烦恼，在使用的过程中指示灯不亮了，也不烧水了，大部分朋友会认为是烧水壶坏掉了，然后再去买一个新的来用。其实不一定是烧水壶坏了，我们留意看一下，在水壶的底座和烧水壶中间呢，会有一个连接点，这个连接点是通过铜片来连接的，在底座中间会有2个铜片。烧水壶使用久了以后，这2个铜片很有可能会变形，造成烧水壶接触不良，导致指示灯不亮，不烧水，
我们只需要准备一根牙签，在断电的情况下，把这2个铜片包回原来的形状，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一般铜片恢复正常形状以后，烧水壶就能恢复正常的工作，就可以继续烧水，这样就可以省去一笔购买烧水壶的钱了。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更换水壶，先检查一下自己所知的内容，就不必再花冤枉钱了。最后，定期清理水垢。电热水壶用久了也会产生水垢，水垢中含有的碳酸钙等物质，还有一些自来水中的重金属和细菌、污垢等有害物质，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清理水垢才行。长期这样烧水喝呢，会危害人体健康的。而且水垢不但影响烧水效率，还会使管内热量急骤增加，损坏电热管。但清洗时严禁水淋冲洗，这样容易造成电器绝缘，损害漏电或者是引起故障。所以对清洗内胆呢，也是有一定的技巧的。下面就分享给大家。我们准备1袋家用的小苏打，将小苏打倒入水壶中。如果水壶太厚，就多加一点点。跟着倒入150毫升左右的白醋，到水位陷泥，就不需要再加水了。盖子盖起来，开启电源使水壶工作，把里边的溶液连续烧开2次，就是烧开后关掉电源，冷却后再次烧开。小苏打是家里面常备的清洁的好东西。小苏打的原理和白醋是一样的，都是利用化学性质腐蚀软化水垢。这样煮1到2次，再倒掉，然后我们再换上干净的水，刷洗2次，这样水壶就可以被清洗干净了。大家在使用水壶烧水时，就把水烧开倒掉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水壶内壁已经恢复了最初的模样了，干净锃亮。清洗方法简单，不用反复刷洗那么麻烦，而且白醋还能消毒杀菌，这样清洗过后的水壶使用起来更安心，也更健康哦。最后再告诉大家一点，就是不能连续烧开水，每次要用完1次后，间隔10分钟左右，再烧下1壶水，这也是水壶保养的有效方法之一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